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，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夜市卖的铁板大鱿鱼，但是每次我去吃都需要排很长的队，所以我干脆买了400斤鱿鱼回来。我打算做点铁板鱿鱼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想吃别说排队，我连门都不用出。但是做之前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这么常见的吃的收拾起来居然这么繁琐。我们需要先撕掉鱿鱼板的这层膜，然后分开哪些是能吃的，哪些是不能吃的部位，还要再把吸盘上的软壳卤掉。关键收拾这玩意儿不能着急，因为它眼睛会爆汁儿，这里的墨汁要是喷到身上，那着实是不太好洗。就这玩意儿啊，极容易洗着洗着就给自己洗成限定皮肤了，整不好可能还是个永久款。然后把它们逐项分解好，就可以准备穿串了。这鱿鱼串是我长这么大穿过的最难穿的肉串，因为它这身板特别吃劲儿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穿透它，而且要稍微不注意就会像我似的，左手扶签子那几根手指头扎得跟筛子一样。然后以我多年的消费经验来看，这铁板鱿鱼最重要的就是小料和酱料了，所以我们先含泪切了60个洋葱，又花高价买了个专业的商用版配方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就我们现在做饭这个架势，别说配方了，连调料都得是商用的。就现在家里做饭用的最小的1瓶蚝油啊，那都是5斤装的。为了能100%还原夜市的味道，我还买了个夜市同款的大铁板。我们甚至还专门去学了一下烤鱿鱼的手法。现在无论是设备还是手法，距离我们能真正出去摆个摊啊，就差一辆能说跑就跑的电动3轮车了。这些鱿鱼我们烤的时候，先是借了洋葱香菜的底味，又放了好多干料，重点是刷了特别足的酱。现在每一串鱿鱼都裹满了酱料，真的巨好吃。而且因为没用减发鱿鱼，烤完之后还会吃到特别大的鲜味。这么做下来，这鱿鱼板的成本是19.5块一串。然后打包的时候，我们是分开打的包，这脖子和嘴就可以留作开袋计时的小零食了。这种整个的鱿鱼板回家只需要用空气炸锅热3分钟，就再也不用去夜市排队了。最后我们留了几串须子单独放铁板上炒了，然后还煎了几个流心蛋。这在一个10几度的夏夜能吹着凉风吃上这么一碗刚出锅的铁板鱿鱼盖饭，我的天，我当时就一个感觉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值了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
白菜切完之后，现在都有3万来页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，我们就在这干了一夜又一夜。妈，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这酱牛肉的内芯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顿面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做完这几样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歇会儿了。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茶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